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杨幂热搜撕透底，网友沸腾，这波瓜让人心惊。赵丽颖终于拍电影了，在同龄女演员当中，颖宝演技和口碑代表作无数，可惜至今还未涉足电影。此次接触导演陈可辛，影视双栖发展可以说拭目以待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也是赵丽颖杨幂两朵85花首次合作，结果双方粉丝却拉开了持久的番位战。风波始于陈可辛执导的新电影《酱园弄》官宣，女主章子怡、杨幂、赵丽颖相继加盟，双方粉丝就谁是女二开始了角逐。本片源于真实案件改编，有着民国4大奇案之称的酱园弄杀夫案，这是一桩时代悲剧，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。离电影上映还有10日，今天大家随山叔一起穿越到1945年的酱园弄，聆听那位杀夫女士的无声鸣噎。1945年3月20日清晨6点，家住酱园弄85号3楼的张氏准备下楼打水时吓破了胆，眼前扶梯旁边有大量血迹，惊慌之际，张氏立马找到他的二房东一同寻找血迹来源，没想到在天花板处发现有血迹滴落，最终他们在楼上邻居詹云颖家破案了。开门的是詹云颖的妻子詹周氏，只见她浑身是血渍，精神恍惚的詹周氏嘴里咕哝着杀了詹大块头。大块头是丈夫詹云颖的外号，他身材壮硕，邻里都这么喊。而詹周氏口里的杀是指将丈夫分尸16块，如此丧失人伦的狠毒，在那女人还得关着服刑的时代，轰动了整个上海滩。詹周氏原本姓杜，后改姓周，名慧珍。周慧珍，江苏丹阳人。慧珍从小父母早故，由亲戚抚养一段时间。9岁时，她被送到上海当铺做丫头。17岁时，老板娘做主将她许配给詹云颖。21岁时，两人成婚。孤苦伶仃的慧珍终于结束了漂泊，开始以詹周氏的身份重启生活。他们辞去了当铺工作，做起小本买卖，日子平淡却也能过。这位苦命的女人为何对丈夫痛下杀手？03原来婚后不久，詹云颖就乱搞男女关系。詹云颖这3个字看起来颇有文气，其实面目可憎，暴力至极。由于她常出轨不着家，詹周氏难免有委屈和怨气。赌徒是油盐不进的，气头之上又对詹周氏进行家暴。在那个扶为气纲的年代，这位无依无靠的女人只能忍痛吞声，受了委屈也只能静坐灯光下哀叹自己命不好。更晦暗无光的是，既出轨、家暴，詹云颖又迷上了赌博。出门打牌，屁股宛若钉在赌场里凳子上。由于迷恋赌博，小生意也属于经营渐渐惨淡了，家里穷困典当。詹周氏无奈只能托人找小工谋生。他找到了一家纱厂的苦差，却被詹云颖痛骂骚货，当众将他打得头破血流，卧床不起，甚至威胁他把你饿死。更讽刺的是，他觉得他是外出找男人，靠自己的唯一出路被毒死了。詹周氏的反抗失败，为了生活，他常常向邻居周转，加之祥林嫂式的诉苦，久了难免招人嫌。绝望的詹周氏决然地喝消毒水自杀，幸亏被邻居发现，捡回了一条命。04重拾阴暗窒息的生活，怨恨早已深深扎根。3月20日，詹云颖喝得醉醺醺回家，一言不合又是对着詹周氏拳打脚踢。可是这次詹周氏没哭也没反抗，任凭其拳头飞舞，就让他打个尽兴。他要为自己做主一次。据邻居沈子可回忆，詹周氏说，当晚他一直听见耳边有声音说杀掉他，你才有超生的日子；不杀他，你永远不会有超生的时候，你有的苦了。双引号。于是他挥起菜刀，结束了这段建立在暴力和压迫之上的失败婚姻。原本一桩激情杀人案，却在审讯中变得扑朔迷离。05起初，詹周氏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但后来詹周氏为自己辩解，声称有精神病。比如他曾在法庭上说，脑子里有人对我说你长好了，因为在走访中邻居们都说他是正常人。不仅如此，法庭都觉得一个弱女子根本无法对抗大块头，认为此案有诸多疑点，比如事发深夜竟然能做到杀人毫无动静，又比如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在短暂时间杀人又分尸。果不其然，案件浮现了新的线索。詹云颖遇害后，一位外号叫贺大麻子的邻居天亮就神秘失踪了。此人本名叫贺慧贤，是酱园弄的租客，而他的出现也揭开了詹周氏苦楚生活的另一面。原来
他在詹周氏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，给予他生活的支持。当然，这种接济并非无条件的，隐情无人知晓。无论詹周氏为生活所迫主动现身，还是贺大麻子威逼利诱，都是他在那个年代能够到的唯一出路。但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下情，贺大麻子怕惹祸上身，于是选择出逃。于是案件被媒体大做文章，这段关系也成了奸情，认为她是伙同情夫，谋害了丈夫。除了贺大麻子，詹周氏还供出了另一个男人的名字小宁波。小宁波本名何宝玉，是詹云颖生前的朋友。在詹周氏的供述下，他与小宁波有奸情，与贺大麻子无任何瓜葛。詹云颖的死也是两人商量好的。当晚，小宁波趁着丈夫熟睡后，潜入家中埋伏。菜刀是詹周氏递的，小宁波狠狠地朝着詹云颖脖子上砍下去，而后是脑袋。詹周氏说的有鼻子有眼，小宁波百口莫辩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，詹周氏成了杀父偷人的毒妇、荡妇，这在当时无异于洪水猛兽。或许是不堪于舆论的质疑和无尽的脏水，詹周氏又翻供了。小宁波是无辜的，他们并无男女关系。之所以诬陷她，是觉得她带坏了丈夫，她很痛恨他。1945年5月3日，酱园弄杀夫案正式开庭审判，法庭判决詹周氏杀人处死刑。倘若此案就此告落，那也称不上是民国奇案。06就在詹周氏接受死亡宣判时，她跌宕起伏的命运被一位女作家改变了。苏青是彼时和张爱玲齐名的先进人物，著有《结婚10年》《饮食男女》等作品。她十分同情詹周氏的经历，在报纸上写了为杀夫者辩为她说话。苏青认为詹周氏因为生活悲惨和精神创伤，长期被虐待、压迫又无处申冤，这才出此下策。他还鲜明指出，不是詹周氏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性问题。此外，关漏、萧红等作家也纷纷站出来，上演了民国时期的女性互助。在这些女作家的影响下，案件的社会震荡愈发之光之深。很多律师主动提出为詹周氏辩护，真相也让公众理解了他的所谓，这让詹周氏看到了一线生机，于是他提出了上诉。然而，高等法院却驳回了他的上诉。最终，一位教堂嬷嬷站出来替詹周氏作伪证，说她已经怀孕，依照法律，孕妇必须生完孩子才能执行死刑。于是，詹周氏的刑期又拖了几个月。本以为要在监狱中了，却残生的詹周氏命运迎来了转机。几个月后，抗战胜利，詹周氏被改判为有期徒刑。解放后，詹周氏根据安排到苏北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，直至刑满出狱。重获自由的詹周氏在一家幼儿园做阿姨，直至退休。她曾在46岁时再婚，但由于年龄大了无法生育。直至离世前，詹周氏再也没回过上海。这是一位普通女性的凄苦婚姻，不单是一个家庭伦理悲剧，也是那时无数底层女性的境遇。身处底层的詹周氏们，永远是男人的附属物。逆来顺受是女人们在婚姻里必须修的品质。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，他们就像孙悟空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，回头凝望，依旧觉得心疼惜师。点亮再看，愿人间再无詹周氏。赵丽颖杨幂热搜撕透底事件掀起轩然大波，舆论哗然之际，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场领人心惊的丝瓜风波。赵丽颖和杨幂作为娱乐圈的两大巨星，此次卷入热搜，引发无数网友的热议。这场风波的爆发源自两位明星之间的一系列争端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两位明星之间的矛盾激化成这场舆论风暴？有人认为这只是娱乐圈的一次炒作，而另一些人则坚信这是两位明星真实情感的体现。整个事件的演变令人意想不到，让人不禁思考明星背后的真实面貌。赵丽颖和杨幂的热搜事件也引发了粉丝们的关切和担忧。这两位实力派女演员在影视圈的表现一直备受好评，然而这次的争端却让人感到惋惜。网友们纷纷表达对两位明星的支持和期待，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解决分歧，继续为观众呈现优秀的作品。通过这次事件，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风云变幻，明星之间的矛盾和争议时常引发广泛关注，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追星的同时理性看待明星的言行，不要盲目跟风，理性看待娱乐圈的一切。愿赵丽颖和杨幂能够早日解开心结，以更加成熟理智的态度面对娱乐圈的变数。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，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。让我们一同期待，见证他们在娱乐圈的更加辉煌的表现。星途耀眼，王一博全能艺人成长之路揭秘。
王一博这个名字如今在娱乐圈中如雷贯耳，他的每一个动态都能引发无数粉丝的关注与讨论。他不仅在电视剧、电影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演技，还在音乐、舞蹈等领域展现出全面的才华。那么，王一博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娱乐圈的全能艺人呢？早在2018年，王一博就开始了在动漫领域的探索。他为动漫《昨日清空》配音，展现了他在配音方面的才华。这一尝试不仅拓宽了他的艺术领域，也为他之后的演艺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2019年，王一博在电视剧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。他凭借在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中的出色表现，荣获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荣誉。这一荣誉不仅肯定了他的演技，也证明了他的实力得到了业界的认可。同年，他主演的仙侠古装剧《陈情岭》播出后，在国内创造了开播2周10亿点击量和40亿微博话题讨论。这部剧的成功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王一博的魅力，也让他成为了当红小生之一。进入2020年，王一博的演艺事业再创高峰。他领衔主演的武侠剧《有匪》成为2020年全网关注的爆款作品之一。这部剧的热播再次证明了他在演艺圈的影响力。而王一博的出色表现也让他成为了年轻一代演员中的佼佼者。当然，除了电视剧领域，王一博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。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动人，歌词也饱含情感，而他在舞蹈方面的表现更是让人惊叹不已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节拍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。王一博的成功并非偶然，他凭借着对艺术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，不断拓宽自己的领域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他的才华和努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。作为娱乐圈的全能艺人，王一博用他的实力和魅力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，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偶像和榜样。在未来，我们期待着王一博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出他的才华和魅力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同时，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，不断突破自我，创造更多的辉煌成就。在王一博的全能艺人成长之路上，我们见证了一位年轻艺人的坚韧和拼搏，以及他如何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。这条充满荆棘的星途，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，也是对梦想和才华的终极证明。从初出茅庐的舞台到电影荧幕的璀璨表现，再到时尚界的引领风潮，王一博一直在追求卓越。他的全能艺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但正是这些曲折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观众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他的努力和奋斗，也领略到了他那独特的魅力。这不仅是一场艺人的成长之旅，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和奋斗的传奇。王一博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天赋，更源于他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敢于追逐，梦想总会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最后，感谢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，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一博未来更加精彩的发展，继续用他的才华和努力点亮娱乐圈的星空。无论未来如何，这颗星星将继续在星途上闪烁，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。谢谢大家，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